丢什么东西没有？没有，我检查过了，什么都没丢。你说你们俩都在店里边，你人都给打成这样了，那你在干嘛呀？啊？哦，我那会儿在睡觉呢。这么大动静，睡得着？警察叔叔，我这几天确实有点累，真是一点没听着。那你也不喊？我是想喊来着，这不是被打晕了吗？哼。那个警察同志，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？你们就回去等消息吧。这两贼也是个惯犯啊，然后我们也会抓紧破案。麻烦您了。好。给我站住！着什么急走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上次我去找你们就说睡着了，这次又是。我就奇了怪了，陆光你有情况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，为什么不直接报警呢？警察问你，你又说没事儿。幸亏没什么大事儿。是我考虑不周，我以后注意。我也不是怪你的意思啊。你说你这头都流血了，你别唠叨了，烦死了！你看人头都流血了，急需休息。这都耗到几点了？我们得回去睡觉。你站！没问你是吧？你现在睡觉怎么睡那么死啊？以前没发现你有这毛病啊？没以前，我长大了，我多大人了？我现在就爱睡觉，贪长个儿的不行啊，吃安眠药了。没看出来你长个儿啊？喂，刘烨。前2天你上哪儿去了？明天上午的稿子还没对完呢。哎，行，我一会儿回来。乔玲姐，你赶快回去吧，忙工作。是。那我先走了。啊。真没事？真没事，你快走吧，乔玲，你柳叶等你呢，快走快走，你有事。快，哎啊！吓死个人！他真是够烦人的，问东问西，十万个为什么，都会折过去了。我看不一定。你没看他的眼神，明显意犹未尽嘛。他可是个记者。是吗？你说的我怎么有点后背发凉啊？那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啊？走一步看一步呗。咱们以后做任务一定要多加小心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对，多加小心，一定多加小心。哎，你这个照相馆是不是经常进贼啊？没有啊，这第一次。为什么会卡在这个时间点上？有点奇怪。是有点奇怪啊。哎，但是警察不也说了吗？这俩是惯犯嘛，兴许就是咱俩今儿倒霉呢。别担心了，肯定绳之以法的。走吧，走。对，赶快把任务的细节跟我说一下，任何的细节都不能放过。哎，知道你真，我刚从这么一走，我歇会儿不行？你赶快的，很着急。哎，行，好。 50万，中间人是郑重的经纪人满哥。大哥，这个事儿你都问第801遍了，好吗？50万，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很多。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等明天，哦不对，已经是今天了。你见到双海的时候，能不能不直接说呀？我怕他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他找出真相，实话实说才是对他负责任。是我没说不说实话，就是说话方式委婉点呗。我考虑考虑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，大哥？那个何医生，他是谁？何医生？哎呀，我还跟他约了心理咨询呢，都给忘了。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心理咨询师啊？我怎么感觉这个人有点奇怪呢？不怪啊，人家可厉害了。哎呀，改天给你介绍认识认识。我跟他呀认识是在陈潇那案子结案之后，本来我心里挺难受的，走不出来，多亏了他才帮我走出来的。我还以为他是你给我找的呢。
对人态度不太好。到后来啊，我发现他还挺好。然后，不发还是给我屏蔽了？神神秘秘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什么鬼？啊？林姐，双海的助理来电话说他突然有事儿，可能原本10点的专访要推迟到下午。啊？他说几点了吗？没说。你采访提纲改好了吗？改好了，我拿给你看。哎，管客户要签名，这不算违规吗？不算，你随便。那太好了，这次咱帮海神这么大一个忙，我至少要个兔签。说，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确实是场假拳。委婉点儿。郑重当时欠了50万不利偿还，他通过经纪人满哥结识了盘口老大陈哥。那场比赛，你和郑重的赔率是1比6，也就是说，如果郑重爆冷输全，那陈哥就能大赚一笔，而他借给郑重那50万，也就可以一笔勾销。所以你要告诉我，他为了50万打了个假拳。是。你们这空口无凭有证据吗？没骗你，海神，这是真的。我当时就在现场，亲眼目睹了我在现场的一个朋友，他看的真的，他亲口说的。您放心，我们这调查结果千真万确。方不方？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打扰了。快点走。干嘛呀？拉我出来？我签名没要呢。我是太能理解双海心里不痛快了。你想啊，人生第一场职业赛，那冠军竟然是被郑重让的，那换我得气死。这郑重也是人不可貌相，看着正气凛然的干这种缺德的事儿。哼，又装那木匣子吧？你这到底什么宝贝啊？你回头放保险柜里得了。已经买了，物流显示在门口了。啊？哎，真沉啊！所以，你那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宝贝啊？这里面是我老师的遗物。遗物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之前也没听你说过。
什么时候事儿啊？大概3个月前。哦，那这老师应该对你很重要吧？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是我的启蒙老师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啊？没有，就是你好像第一次主动跟我说你的过去，还挺意外的。我不是故意瞒你的，只是你从来都没问过。哎，是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你别紧张。就是你愿意跟我说这些，我还觉得挺好的。喂，何医生，怎么了？陈老师，今天复诊，你别忘了啊？哦，好，我现在马上去。哎，好嘞。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哎呀，跟何医生约了，我又给忘了。连复诊的时间都忘了，看来最近状态确实不错。自从上次和你聊完，很多事儿都想开了，不再怀疑工作的意义了，找到了，也想明白了，包括我那个搭档。昨天晚上在照相馆门口那个，我发现他平时看起来好像表面挺冷酷的，但有时候其实还是挺有人情味儿的。不过越靠近他，越发现他好像藏着很多秘密，很多我不了解的事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不该说这些啊？没有什么是不应该的。你知道的，我会无条件接受你所有的情绪跟想法。我还怕我话太多呢。哎，要不咱一块吃顿饭啊？我介绍你们俩认识一下。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要保持客观的工作关系，不能逾矩。哎呀，不至于，没那么严重吧？不就吃顿饭吗？我有预感，你们俩会成为很好的朋友。是吗？嗯，这倒是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喂，啊，吃串啊？别客气，这我乔妈的店，咱自己家，今儿我请。好。光了，还没到。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快进来。你头上的伤都好了？哦，对啊，你们把纱布给摘了。又见面了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何旭，是小石的心理咨询师。陆光，他的合伙人兼室友。有点辣吧？还行。我听程小石说，何医生对他的帮助很大，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帮他好？这个属于小石的个人隐私，恕我无可奉告。这样啊。那何医生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，应该知道要跟客户保持良好的距离吧？为什么昨天晚上会不请自来，今天又出现在这里？啊，那个何医生也跟我说过这件事儿，我非拉着人家吃饭呢。我心想，去吃顿饭吧，顺便让你们俩也好。来访者跟咨询师产生心理依赖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越是这样，咨询师就越要保持好良好的距离，不是吗？听你这么说，你对心理咨询还挺有研究。不过其实，心理咨询有很多流派，每种流派的咨访关系都不太一样。有时候为了尽快的找到病灶，我需要更多的参与他的生活，了解他的生活情况。就好比今天，要不是他叫我来，我也不知道他身边还有这么一个咄咄逼人的室友。
我也没想到。咱别聊了，你赶紧尝尝我们家的特色夺命牛肉，煮老了不好吃了。而且你也好久没吃了，对吧？乔玲，楼下新开了家酒吧，打个卡去啊。双海的采访得今晚定，我还在等他经纪人电话呢。哦，那我们先走了啊，拜拜。玲姐，玲姐，刚刚接到电话，双海的经纪人说，明天的采访取消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说是他心情不好，不适合接受采访。咱们明天可怎么办呀？心情不好？什么玩意儿啊？那我们这不是白约了吗？这准备半天，什么情况啊？你刚才有点没风度啊！人何医生人不错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这个人有别的目的。得了吧，人没少帮我忙，就是你太敏感了。亏我还跟人说你外冷内热，人不错，你这不啪啪打我脸吗？你还跟他说什么？我什么都说了。哎，这迟早了，我有病啊！我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海哥要见你们，上车。我想不通，我真的想不通，有没有可能是你们搞错了？您是说跟郑重的比赛吗？对。这儿方便说话吗？说，网友开的，没人。海神，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这事可能对您打击不小，一时半会儿不能接受也是应该的，但这不是您的错。这郑重就是个垃圾，他什么钱都挣，为了钱。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太了解郑重了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这很奇怪。我跟郑重是一个福利院长大的孤儿，他是我哥。我从小老受人欺负，是他罩着我。后来又来了个妹妹叫红豆，我们3个人感情特别好。红豆，你确定抢你钱的是那些人吗？就是他们。红豆，一会你跟我和年糕放风，要是我们打得过他们，那看差不多就赶紧跑；如果我们打不过他们，那就哭着去喊人，明白了吗？芋头，我打哪一个？你打那个瘦的，块头大的留给我。喂，是不是你们抢钱？我打的妹妹出来。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抢钱了！愣着干嘛？赶紧跑啊！哎，老大，来份红豆芋圆冰。哎，明白，多加红豆，多放年糕，就你机灵。打2局试试。老大，走。哎，我又赢了！恭喜你！嘿嘿，红豆芋圆冰来喽！
那赶紧跑，我和年糕对付他们。哎，小姑娘别跑！哎，大哥，你跟小姑娘这什么气？谁有气啊？刚才打架是你们俩吧？我们闹着玩的。过来！大哥，别跑啊！再跑废了！我做个自我介绍啊，我姓罗，是个搏击教练，你们叫我罗教练就行。哎呦，我不是来教训你们的，我是看你们有点天赋，想不想跟我学拳？学拳？啊！我来救你们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起加入了拳击队。郑重他天赋好，人也努力，训练时比我们谁都刻苦。双，你来，上来啊！他把拳击的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，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不打回来呢？今天太累了，没必要动气。你这是在侮辱我！一个选手如果拼尽全力，就算战死在台上，那是他死光荣。继续，再来。后手拳拉开的时候，赶紧趁着空隙往左闪，这么闪到我空隙来打那股拳，明白没？来，继续，再来。很快，他就打出了成绩，被 TBC 赛事看中，说要签他。王哥，我还记得签约那天，他特别高兴，这边我先干了啊，说要带着我一起出人头地。合作共赢嘛，啊，都是互相的。来，这合同你看看，没什么问题啊，现在就给他签了，好吧？好。满哥，说好我们兄弟俩一起，怎么这上面就我一个人名字？这都是公司的决定。你现在的成绩啊是有目共睹的，但至于你这哥们儿吧，满哥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也不抢了。严哥，我们走。哎，你先看看我们给的待遇，再做决定啊！我不管，只要你不签我兄弟，你就别想签我。哎，来，先坐。哎，音乐停下啊！哎呀，别为难我啊！实话跟你说吧，这一季我们签约的费用只留了你一个人的预算。小伙伴，把我薪资拿出一半，分给我兄弟。满哥，你信我，我兄弟他肯定能出来。行吧。谢谢满哥。就在签约的那天晚上，是罕见的狮子座流星雨。跟红豆约好了，一起许愿。你不喝酒啊？尝一口，这就可贵了。来嘛。喂，怎么还吐了呢？知不知道这一瓶上万？你看喝那口才好几百呢。这么贵，给我买多少碗红豆圆冰了？强一点出息，喝了这个酒啊，就代表你出人头地了。我才不稀罕呢。年糕，你尝一口，你说这个和红豆芋圆冰哪个更好喝？来。哎，看到了吧？还得是你年糕哥。哎呦，给我留一口你。行，让你喝的就剩个底了。游戏要开始了，咱们说好许愿的。
我们把愿望都写在纸上，等实现了之后一起打开。给，写啊！反正我的愿望是简单，以后啊，我天天喝路易13。你说出来就不灵了。那行，你当我没说。你干什么？给我看一眼啊！各写各的，不许偷看。干嘛？哎呀，流星。就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我必须要当拳王。我不会辜负他所做的一切。他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所以我问你们，他为什么会为50万打假拳？我想不通。听你这么说完，感觉确实还有隐情。海山，那您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想让你们再给我查一遍。我总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他一定有什么苦衷。听完你说，我再一回想，他可能还真的有什么苦衷。那就麻烦二位了，钱我可以再加。哎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海山，这事儿冲您，我们接了。有照片吗？就非得要照片吗？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。需要一张赛后的照片，最好是他自己拍的。上次你那个照片就给错了。这是我跟他的最后一张合影。赛后的第2天，我们一起吃了个火锅，也是我跟他的最后一面。嗯。不能去帮忙的。你确定这是赛后的，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放心，有任何不确定，我第一时间接你出来。而且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离开客厅半步。我信，我信你。我今晚加班，不能去店里了。这乔玲是真会偷懒啊！
我一不去店里，他就加班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好像乔玲已经开始怀疑我们。啊？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还是得谨慎点儿。我试试。哎，姐，你让小宋给你拍个空工位干什么？别管了，我自有妙用。放心吧。嗯，小兔崽子，要是藏起来就能拦住我呢，我还不知道你。傻了吧唧的。陈老师，陆光，陈老师，陈老师。门记得锁好哈。你放心吧，把我姐这个雷都排除了，没有任何隐患了。赶紧开始吧。哎，你说，他会不会在这个屋里面放什么监控之类的？就算他有那技术，也没那脑子。再说了，我把钥匙都换仨地方了，他绝对找不着。咱们就安心做任务吧。哦。哎，上次做完任务，这颈椎都不行了，全程坐着，你能帮我拿一个枕头吗？哎，求你了，我刚做也太累了，就在那柜子里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上面。这个可以吧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带上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开始吧。你要成为的人是郑重，一会儿见到双海，冷静一点。还有，记得说塑料普通话。我知道，年子拉上吧。我再拿点料去。哎，好。怎么样，陆光？这次没问题了吧？没错，是赛后的照片，我已经知道原因了。你可以出来了。别呀，这么快，一点体验感都没有。哎，就没有什么别的隐藏任务吗？倒还真有一个。来吧。好，好，好。来来来，吃吧吃吧，啊，多吃点啊。哥，哎，我得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昨天那比赛你没放水吧？打他，问他骂谁呢？快呀！骂谁呢你？不是兔崽子，我糊涂，当我没说。
奇怪，你听我的声音还清楚吗？你听我的声音还清楚吗？我说这个冠军你应得的。是，谢谢哥。总感觉今天磁场怪怪的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接下来，把照片发到群里。现在可以走。我走了啊，你赢了，这顿你请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哥。哥，我有件事情没告诉你，我明天要去韩国集训了。这么突然？啊！但这次奖金只有5万块钱，去那儿要10万。哥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没有。我真的对我很重要，这次那不是兄弟，我肯定也开不了这个口啊。没有。没有。你看我浑身上下像有钱借你吗？你让我凑点行不行啊？我真的很想去。我没钱，走了啊。行，那晚上咱们一起吃个饭，把红豆叫上。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红豆最近不是在考什么会计事务证吗？知道，但我真的是很久没有见他了。我这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。他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学习，哪有时间见你啊？行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啊。哎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儿？先生您好，可以随便看一看。好。这混蛋，刚才双海找他借钱，说没有，这刷起卡来，哎，几千块钱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。我直说啊，他是不是交女朋友了？这么舍得下本？看手机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他女朋友地址吗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光，这不是我想的那种地方吧？哎，玉堂，我说你怎么才来呀？等你半天了，走吧。来呀！哦。装好了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跟他说，先验货。我要验货。怎么样？绝对保纯，我自己家种的，要不要先尝尝？不用，多少钱？老价钱啊！陆光，你实话告诉我，这真是我想的那种东西吗？你想要提前知道吗？算了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我直说啊，这个人渣还真是五毒俱全。下一站，新城医院。等一下，先去买一个红豆援兵。哎，你说你让我着急忙慌的到医院里面来看谁呀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怎么是他呀？昨天跟双海那场打得不错啊，我在台下都看见了，尤其啊是最后砰倒地的那一下，真的。琛哥满意就行，如果没有其他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下周还有一场比赛，你再去打一场，这次要在第2回合就输掉。你搞错了吧，琛哥？我说过那是最后一次，咱们以后不要再见了。哟。
这妹妹刚做完手术就翻脸不认人啊！有你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控制一下表情。问他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对你没点了解，敢跟你做交易吗？这手术后续还得不少钱吧？万一排异了，又是一大笔钱，别把路走死了。谢谢啊，我妹妹吉人自有天相，后面的事儿就不劳您费心了。行，不打也行，那还钱吧。什么钱？不是一笔勾销了吗？什么一笔勾销？一笔勾销的是欠款，还有兄弟们的辛苦费。打拳还是还钱？你选一样。不对，你也没得选。你就是还不上钱才打的假拳。你这是把我往死了逼呀！哎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？这样时你别冲动。报警？好啊，我现在就把你打假拳的事告诉双海，你猜他会怎么想？不对，我得告诉媒体，这样你俩就全完蛋。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。好，我等你好消息。所以说，郑重是为了他妹妹做手术才去借的，而且还骗双海，说他去考试。这也不是毒品，是为他妹妹找的药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是高丽参磨成的药粉，郑重托人找到的偏方。他为了给妹妹治病，已经找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了。哥，你怎么才来？刚才琛哥他们来过了。知道了。红豆怎么样了？早醒了，一直等着你呢。走，去看看他。还要不要高点啊？红豆，你看大哥给你买了好多礼物，你喜欢吗？怎么又乱花钱啊，芋头？什么叫乱花钱？我们家红豆现在正是花一样的年纪，就得花一样的打扮起来。再说，哥有钱，只要我们家红豆喜欢什么，哥就给你买。我现在就想喝一碗凉凉的红豆芋圆饼。早猜到了，哥。你看这是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念叨了一天，这下开心了吧？就是。你看哦，都有点快化了。来，吃一口啊。嗯。还是那个味道吧。哦，对了，年糕明天要去韩国集训，很长一段时间会见不到他。要不你这病，还是别瞒着他了。不行，他现在正处于关键的阶段，我不想让他分心。芋头哥，哎，你答应我，千万不要让他知道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告诉他啊。
不着急。18床病人家属在不在？哎，在。该缴费了。好好，来，多吃2口啊，不着急啊。陈老师，出来吧，隐藏任务也结束了，你已经知道他的苦衷了。现在出来，你能好受一些。什么意思啊？这还不是全部吗医生，快！医生，这病人快不行了，赶紧过来帮忙！医生，他说什么？陈老师，出来吧。监视器拿过来。这个电速，准备。不是，除颤器呢？肾上腺素，除颤器准备。你好，来慢慢的。监视器给我。他本来没吃上这碗红豆鱼圆饼。还好，他最后吃上了那碗冰。我替他们谢谢你。聚少之劳。陆光，我们这也算是帮他们完成最后的心愿了，是吧？嗯。Join at the same